一向不喜欢我的奶奶住进了家里。她刚来就逼着我和40岁离异奇葩男相亲。她说她为了我的婚事担忧的整宿睡不着。看着她满脸算计的样子，我妈终于坐不住了。睡不着，找个夜班上去呗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齐棉，今年刚考上大学，爸妈都是大学教授，个性开明，我们一家生活得很是融洽。可就在这个暑假，大伯由于生意过于繁忙，便把寄住在他们家的奶奶送到了我们这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奶奶出现的次数并不多，因为她不喜欢我，她更喜欢大伯家的哥哥和小叔家的弟弟。她说女孩就是给别人家养的，养不亲。绵绵呐，不是奶奶说你这也20多岁了，不找对象不行的呀。奶奶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嗑着瓜子往地上扔，边吃边教育着我。我看着手里拿着的体检报告，赫然写着19岁，觉得这老太太估计得了老年痴呆。听没听到奶奶跟你说话呀？咋那么没有教养？你爸妈怎么教的你？她边说边往我的身上扔瓜子壳。我从小到大都没被别人这样羞辱过，走过去就要跟她理论，她却反手一个巴掌打了过来，但是没打到，被我爸拦下来了。乖女儿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真不该留你在这的，妈妈待会给你转钱出去旅游玩呢。妈妈摸着我的脸，担忧地看着。爸爸也沉不住气了，脸色变得冷峻吗？你怎么能打绵绵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也别在这待了。奶奶见自己吃了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老天爷呀，你看看吧，就这样的儿子，为了个女娃娃跟我翻脸啊！爸妈显然不理他那套，任由着他自己在那里瞎叫唤。反正家里没有别人，没什么可丢脸的。他见没人理他，又跑到妈妈身边，一把夺下他要给我转钱的手机，接着气愤地吼着：妈妈，女孩子家给什么钱？他的任务就是结婚拿彩礼给咱家里挣钱。我听着他恶心的话语，胃里不住地翻涌着，这么说的话，你怎么不把自己嫁出去？反正爷爷去世很多年了，你还能把彩礼分给我们？奶奶听了这话便不高兴了，伸手就来抓我的头发。她骂骂咧咧地说着：死丫头片子，狗嘴吐不出象牙，就是没有男孩好。爸妈听到我的喊叫，也从厨房赶了过来，他不得已松开了我。爸爸朝着他大声说道：来我家里就安分点，别想着扰乱我家庭的事情。奶奶见他这招没什么用，便缓缓绕到了旁边，还趁机抓了2把栗子。他自然不会觉得尴尬，有些人老了就会把自己放在教育者的位置上，教育家又怎么会错呢？他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坚果壳扔了一地，又用着他老人家的姿态发话。我看绵绵也不小了，隔壁村里的老王还缺个媳妇，他兄弟在大城市做生意可有钱，我安排见面呗。还没等我回答，我爸就吼了过去：老王把他媳妇打残了才离的婚，绵绵那么小，你安得是什么心啊？奶奶听着这话可不乐意了。什么叫年龄小？我为了绵绵的婚事可操碎了心啊！看我这白头发，我整宿睡不着。我妈站在她旁边一直没说话，这回也可算是憋不住了。睡不着，找个夜班上去呗。奶奶瞪大双眼看着妈妈，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拉着妈妈的手走了出去。刚走2步，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事情，转头看着奶奶，对着她乖巧地笑了笑。奶奶，地上的垃圾记得扫干净哦，这里是我家，你说过的女孩子要有教养。当然，消停的日子没过2天，
家里又开始糟乱了起来。奶奶把她那个宝贝小孙子给接了过来，我每天早上都被巨大的喊叫声和哭声吵醒，可奶奶却悠闲地站在我的房间门口。女孩子就不应该睡懒觉，嫁到婆家会被嫌弃死哟。我气愤地用劲关上了门，外面的噪声还是不停。那小孩一会喊着喝牛奶，一会喊着吃蛋糕。在奶奶第8次敲响我的门，要我去给她的小孙子买蛋糕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出了卧室。那孩子还是不停地哭喊着。他见我出来了，仿佛恶魔一样朝我跑了过来，赖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嘴里还一直喊着：“我要吃蛋糕，就要吃，你快给我买。”我记得我小时候见过这个弟弟，那时候是小叔小婶带着的，白白净净的，见到我还会喊姐姐。现在在奶奶一个暑假的溺爱下，俨然变成了一个撒泼打滚的无赖。我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全然不顾他的哭喊。奶奶看着我若无其事地坐着，还无视她的宝贝孙子，自然坐不住了。她朝我吼道：“你能不能有点眼力见？快去给你弟弟买蛋糕！女人天生就是为男人服务的。”弟弟见奶奶给他撑腰，刚刚停下的叫嚷又开始了：“快去买！你一个女孩就该服务我！”他抱着我的大腿蹭他的鼻涕，把我恶心的不行。我当即把他踹到了一边。奶奶这回更不乐意了，但她碍于在我家住着，更怕我向爸妈告状，只是一直骂着我。她把弟弟扶起来，拍拍他的背：“都是你姐姐的错，她不给你买，你姐姐坏死了。”弟弟听到这话就更生气了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趁我不注意，他突然向我跑了过来，咬在了我的小腿上，疼痛感迅速开始蔓延。我使劲推着他，把他推了出去。9月的天气不是很冷，我只穿了一条单薄的裤子，掀开裤子是一道血淋淋的牙印。奶奶看了我一眼，抱着他的小孙子夸赞：“哎呀，我孙子牙口真好，有劲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我当即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家族群里，接着对着小孩就是一巴掌：“这是我还你的，小孩子就得有小孩的样子。”他立刻就哭了出来，脸上迅速红了一大片。奶奶推开了我，一把抱起小孩，仔细地摸了摸他的脸：“你这个女娃敢动我孙子，他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就死定了。”奶奶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满脸痛恨的表情。他正要向我扑过来时，门铃响了起来。2个保安站在我们门前，手里还拿着证件和册子。他们一边往屋里瞅着，一边说：“刚刚接到你们隔壁的投诉，说你们家里小孩的叫声特别大，疑似虐待儿童。”奶奶一听这话，立马慌了起来，迅速跑到门口。她磕磕巴巴地说着：“警察同志，哦不对，保安同志，你们误会了。”小孩子调皮了一些，说着他便把弟弟往外推了推。小孩子毕竟怕生，他看到2个陌生人严肃地站在那里，几乎立马哭了出来。他们又看到了弟弟脸上红红的巴掌印，认定了奶奶的恶行。在奶奶的百般解释下，保安给了我他们的联系方式，严厉地教育了奶奶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奶奶凶恶的眼神像是把我吞噬进了深渊，拉着弟弟远离了我。但她不知道，投诉电话是我拜托朋友打的，而此刻家族群里已经炸开了锅。爸妈焦急地询问着我的情况，下班便迅速赶了过来。小叔小婶效率更快，一个视频电话便打了过来。我看到电话那头的他们卑微地给我道歉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小棉啊，这都是我们家小宝的错，听奶奶说你想念弟弟了，我们才让他去你们那里玩2天，没想到他这样对你。你想要什么叔叔婶婶买来补偿你。我震惊地看着奶奶，她
他却若无其事地在客厅溜达。我把视频对着他，他逼不得已地面对着小叔小婶说了实话：我就是想小宝了，我不这样说，你们怎么能让他来见我？其实之前弟弟也跟着奶奶住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因为奶奶的疏忽，他从楼梯上跌了下来，奶奶却不愿意带他去医院，坚持用自己的土药方治疗。要不是小叔及时赶到家里把他送去了医院，弟弟估计就废了。从那以后，小叔家就不愿意让奶奶和孩子见面。没想到他竟然利用我去要孩子。我撇了撇嘴，对着视频那头的他们说道：既然都是误会，就快把孩子接走吧，我看你们再不接走他，他就要变坏了。小叔小婶自然没话说，十分顺应地点了点头，嘴里也答应着隔天就来。奶奶突然大叫了起来，对着手机就是一顿臭骂：你们不能带走他，这是我的孙子，他喜欢和我在一块。他歇斯底里地对着镜头发疯，拉过角落里的弟弟问话：说呀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快说你想待在这，说话呀！奶奶对着弟弟一顿输出，空气里的火药味十足。小孩子总是吃软不吃硬，总是要哄得多。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哭哭唧唧的要手机里的爸爸妈妈来接他。奶奶见彻底没了希望，突然把怒火迁到了我的身上，她拿起鸡毛掸子就往我身上抽，被我转身躲开了。见我没挨上，她对着我吼道：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，家里没有你就好了，都是你挑拨离间。说着又往我这打了过来，这一杆子确实是实实在在打上了，只不过打在了我爸的身上。他估计是刚才发疯发得太投入，忘记了爸妈早就下班回家，在家里站着了。看着我爸，他立马怂了下来，毕竟这里是我家。我爸说话也很难听，自打弟弟被接走后，家里也是清静了许多，但这好日子没到一个星期，又被打破了。奶奶趁着我爸妈上班，每天领着各种各样的男人来家里跟我相亲。大早上，我人还在被窝里，客厅里就坐上了别人。他换了一副嘴脸，笑嘻嘻地催着我洗漱，说这个男孩可老实了，值得托付，别让人家等太久。我瞟了一眼他说的男孩，胡子浓密的像苏联的大胡子诗人，老不老实不知道，看上去实在是老，还很邋遢。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眼神，抽着烟，对着我眨了下眼睛。好了，这下更恶心了。等到我慢吞吞的洗漱好，时间已经到了中午。奶奶说她去做饭，让我们聊聊。我不情愿地坐在了这大胡子的对面，他色眯眯的眼神看得我很是发慌。在长达2分钟的沉默后，他开口了：看你这样子就不会烧饭吧？还得让老人弄，不会烧饭的女人我可不会娶，娇气。他边说着话，边要伸手过来摸我，我一把甩开了那个黑黢黢的东西，看着他那被腰带勒出来的肚子上堆积的肉，我胃里的酸水都在上涌。我对他翻了个白眼，真是没见过这么个没有自知之明的男人。烧饭我是不会，烧的话，我看你也挺烧的呀。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着话，他却觉得我触碰到了他男人的威严，开口的声音都提高了不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内容。你是玉皇大帝还是阎王爷呀？口气那么大，朋友都被臭死了吧？我装作震惊地看着他，缓缓地说着：你是谁你都不知道，这么年轻就老年痴呆了，真是坏事做多了报应啊！我说完还象征性地叹了叹气。大胡子男的脸上青一阵紫一阵，没打招呼便离开了。奶奶端着饭出来，看男人不见了，询问了2句，知道事情的经过后，她瞬间跳了起来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教训：你小孩子家什么都不懂，
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这男孩多好，不懂得珍惜。我堵上了耳朵，不想听他说着这些糟心的话，奈何声音实在太大，便站了起来回对他。我上下打量他一番，说道：吃过那么多盐啊，怪不得活得跟咸鱼一样，咸的肉疼。他对于我说的话已然是司空见惯，听到我出声，立马把饭端走了。走之前还转过头，气势汹汹地威胁着：不找到男人，就别想着吃饭了，没用的东西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到底是改革开放把他给忘了，这人的精神世界估计还停在古代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妈妈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根烟头。全家人都不抽烟的环境下，妈妈怀疑家里有别的男人来过。谁知道奶奶一把拦住我，挡在了我的面前，阻止我说话。她特地清了清嗓子，提高了音量，解释道：哎呀，这应该是我刚才买菜回来粘在鞋底的。我说：怎么总觉得鞋子不舒服？妈妈看她那极力解释的样子，只觉得是奶奶又犯病了，便没有理会她。我以为有了妈妈的怀疑，她会收敛，谁知道第二天客厅里又坐了一个男人，美梦被砰砰砰的敲门声震碎了。奶奶在门口催着我起床，她小声地跟我说：这个孩子生得白白净净，好得很，配你都是你的高攀。我照例不理会她的说辞，懒散地去洗漱。这次这个男的可比昨天那个急躁多了。我看着他时不时朝我这边瞟过来，时不时跺跺脚玩手机，嘴里好像也在不停说着什么话。我看着他喊着奶奶催我快点，他说什么人都没让他等那么久过。又是耗到了中午，我才从房间里慢慢走了出去。这回这个男人确实比昨天那个长得强多了，至少还看得过去。如果没有注意到他的紧身裤和切尔西，应该会更好。我为表礼貌，站起来跟他握个手，他也站了起来。不站不知道，一站吓一跳，看着眼前这个比我矮半头的男人，我收回上面夸他的话。我自认为我的个子在女生中算是中等，眼前这个男人也真是让我开了眼。本着不歧视他人的原则，我还是坐下听他吹了起来。说着说着，他便开始评价起了我的外表。我觉得吧，你长得还行，比我是差很多，但也能看，就是有点太土了。我扫视他那精神小伙一样的穿搭，又看了看自己身上妈妈特地挑的大牌新款，连一个眼神都不想分给他。对呀，我身上的土就是用来买你的。我承认这句话虽然短小，但杀伤力是十足的。他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，眼神里都透露着气愤。矮小男果然破防了，他站了起来，怒气冲冲地说着：你这人真不识好歹。我妈说了，嫁给我的女人必须百依百顺。我妈还说她儿媳妇绝对不能说脏话。你这样别想进我们家的门。我看他站在那的样子，活脱脱像一个暴怒的小矮人，真是让人感到可笑。我推了他一把，让他赶紧滚蛋。你妈那么好，你咋不娶了你妈？滚蛋吧，妈宝男！哦，对了，你真的很矮。说完，我便把门砰地关上，只是有点可惜，没看到他火冒三丈的表情。奶奶听到声音，再次跑了出来。她看到又一个男人气呼呼离开了家里，就差把生气二字写在脸上了，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。我听着奶奶又唠叨地说了起来：你个死丫头片子，真是没素质的玩意，你根本不知道俺们长辈的辛苦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说完，她也坐在了沙发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。我被盯得实在是浑身发麻，对着他对了回去：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，为了我好，那给我打笔钱呗。开玩笑式的说法
到了奶奶的眼里就变得各位不一般。她见我提到了钱，立马来了精神。女孩子家不要整天提钱，你们家能养你就不错了，你应该往家里送钱，张口闭口就是钱，真是个白眼狼。我看了看她那尖酸的模样，只觉得浑身难受，转头就跑进了屋里，关了门。门外奶奶的声音还是尖锐，像锋利的破损的铁皮，没有实质性的伤害，却总会划伤自己。第3天，我想着应该还会有别的男人过来，醒来之后故意的又睡了一个回笼觉，等到太阳的光线强大到穿透窗帘刺了进来，我才缓缓睁开眼。可今天客厅里却出奇的安静，事出有妖，必定有什么反常的事情要发生。我蹑手蹑脚地开了门，探了探头去观察环境，果然整个客厅空无一人。我走遍了家里的里里外外，也没有看到奶奶的身影，想着她可能被爸妈口头警告，或者突然良心发现，我便哼着歌去洗漱了。但我前脚刚坐到沙发上，后脚我的朋友小玉便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。我看到视频上的奶奶正和一个中年男人说着话，小玉的镜头突然凑近，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谈话。我听到奶奶说着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你那彩礼钱都得给我呀，上哪能找那么年轻的姑娘给你呀？老王，我可帮了你大忙。男人的声音过于低沉，让我听不清楚，只看到他猥琐的笑意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小玉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，这个假期也多次来我家里玩，但是奶奶不喜欢女生，总是在那里问东问西，阴阳怪气，她也就不来了。不过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，我回复了她的视频，并向她表示了感谢。她提醒我一定要小心。我原以为奶奶只是单纯的重男轻女，没想到她为了钱，竟然可以让别人去毁了我的清白。越想越觉得不寒而栗，亲情在此刻变成了刺向血肉的尖刀，血光映在受害者的脸上。而此刻，客厅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我惊恐地望着那个方向，是奶奶。奶奶慢慢走近了我，皮笑肉不笑地凑了过来，颇带有些许商量和讨好的意味，坐在了我的身边。绵绵呐，奶奶今天下午要出去买点菜，你一定要在家里待着，绝对不能出去啊。她靠近的双脸像是伪装的面具，我看到邪恶的黑雾笼罩在她的周围。我默默点了点头，远离了她。到了下午，她果然利利索索地出去了。我独自待在房间里刷着视频，时不时注意着手机上的时间和屋外的动静。大约过了2个小时，门外开始出现葱脆的脚步声，断断续续，似乎是2个人的拉扯。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是奶奶压低声音在说话。约莫10分钟，屋外的脚步统一了起来，看样子像是走了一个人。敲门声响起来，我不理会，又敲了几下。屋外的人显然没了耐心，语气里都带着些急躁。家里有没有人？物业查水表的，快开门！我听着雄厚的男声，还是有些害怕。他大概见屋子里属实没什么动静，竟然用钥匙打开了房门。进来的那一刻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与他四目相对。男人瞬间朝我扑了过来，我撕心裂肺地喊着救命，他却捂住了我的嘴巴。但就在这时，安保和工人迅速从厨房里出来，制服住了男人。他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大概没料到我会喊着那么多人待着家里。我玩味地盯着他，眼里带着挑衅。他看出了我的得逞，大概猜出了些什么，挣扎着要打我。可惜3、4个粗壮的男人牵制着他，他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。我无奈地摊摊手，都看到密谋视频了，
不做点什么，难道等着被大灰狼吃抹掉吗？我故意捣坏了家里的水管，喊着一群物业和工人过来帮忙。一方面人多安全性更大，另一方面猥亵并试图强奸女性的罪行我还需要证人作证。果不其然，物业很快打电话报了警。男人冲着我大叫，骂我是故意的，是贱人，而我在别人眼里只是默默躲在警察身后的弱小受害者。他们一群人走了之后，奶奶又出现在了家里。我看到她的眼神中闪过慌乱，故意告诉她男人的去向。她似乎带着试探地说着，这小伙子在村里人就很不错，肯定是警察弄错了，我得去瞧瞧他。我当然看出了他的意图，如果男人供出来他，那么这件事可就有意思了。我对着奶奶笑了笑，为了恶心她，还挽上了她的胳膊，装成善解人意的乖孙女。人性本恶，有些人表面伪装的可像个好人，背地里都不知道做些什么勾当呢。我看着他的脸慢慢僵了下来，似笑非笑的表情定在了脸上，好是难看。对了，奶奶，那男人在卢镇公安局呢，你看看他家里人有什么话要带给他，您还去瞧瞧吗？我故意说出男人被关押的地址，奶奶瞬间就坐不住了，她急忙站了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地板都快被磨出火来了。对，他家人刚给我打电话呢，我得去瞧瞧他。说完，他提起挎包便冲了出去。刚出去不到3分钟，他却又折返回来，风风火火地冲到了我的屋子里，说有东西落在了我的卧室。因为这件事，奶奶几乎每天都往公安局里跑。她嘴上说着老乡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要多关心关心，真正的原因我们都是心知肚明。不过那男人倒是真的没把他供出来，而爸妈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也决定摆桌酒菜除去霉运。恰逢赶上了中秋节，便直接喊着大伯叔婶搞了个家庭聚会，美其名曰团团圆圆，去霉去邪。8月15的晚上，月亮格外美丽，可我听说月圆时也是大乱时。晚上8点，大家全都坐上了自己的位置，我因为觉得室内过于潮湿闷热，便坐在了对门靠窗的位置。奶奶瞥了我一眼，带着讽刺意味，女娃也就罢了，真拿自己当宝啊，什么辈分呢？主位也不知道让给长辈坐。大伯家里还有个堂姐，她自小脾气暴躁，男孩子气性，天天打架。听到这话，他便拍着桌子站了起来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妹妹就坐那里咋了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真是为老不尊和稀泥。堂姐打小就看出来奶奶是个欺软怕硬的人，这火药味十足的话语让奶奶闭了嘴。我当然也听出了她的意思，说我没教养也不是1天2天了，无非想着通过贬低我来提高她。我朝堂姐使了使眼色，她很快就坐了下来。这时我也慢慢站了起来，对着大伯说道：大伯，是我没有考虑到您了，这主位还得是您来。大伯自然是推脱不去，说着都是一家人，无所谓座位的话语，他们也都开着玩笑说些话。几个小孩子也谈起了校园生活，自然没有注意到这里辈分最大的人早已黑了脸。上菜时，大家本着都是一家人的原则，都放开了吃饭。奶奶这个时候又开始了她的表现。我从小到大都爱吃鱼，大家都知道。等到鲈鱼端上来时，他们也招呼着我赶快吃。可刚伸出去的筷子被一瞬间打在了桌子上。奶奶夹了一大块鱼肉放到了堂哥的碗里，她还喃喃地说着：女孩不能吃鱼，吃鱼会变蠢，男孩才能吃鱼，聪明又有力气。看到我被这么个针对，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个什么情况。堂哥瞥了一眼大伯，毅然决然地把鱼肉夹在了我的碗里。妹妹呀，多吃鱼肉有营养，会变漂亮。我对着堂哥笑得开心，他也扯着嘴角乐呵。奶奶可是不乐意了，她对着堂哥教育了起来：女娃是泼出去的水，别想着对他们好，都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堂哥也不理会他的输出，转头又给在场的所有正常女性加了鱼肉。我品尝着美味的鱼肉，用余光瞟着他那边的动静。待到吃完时，我缓缓抬头看着他，女的都是白眼狼的话，那奶奶你可是大白眼狼。堂姐悄悄给我了个大拇指，堂哥也在那里咯咯笑。小弟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，看着我们都笑了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大白眼狼，大白眼狼，大。奶奶这次可以说是真的生气，我看着她脸色都变得暴怒，她摔了筷子，指着堂哥的鼻子就骂了起来：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真是白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这个家迟早被这些个小丫头片子给搞散。奶奶歇斯底里地喊闹着，服务员探头过来看了好几次，只不过根本没有人理会她。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奶奶的德行，任何一个受过教育、拥有道德和良知的人都不会说出这些挑拨离间的话语。奶奶见没有理她，自己便跑了出去。直到半小时以后，我因为喝了太多的饮料尿急出去上厕所，才发现她竟然想置我于死地。还没走出门，摇摇晃晃的，我便踢到了桌脚下的半瓶啤酒，想着先去厕所还能处理下鞋子，我便离开了包间。谁知道就是开门的一瞬间，我被奶奶拉到了酒店顶楼的天台。到底是种地干活的好手，奶奶即使年龄不小了却还能拖得动我。她把我扔在了天台的边角，没有围栏的保护，任何生物摔下去都必死无疑。我没想到她恨我恨到了这种地步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，脚步变得沉重起来，她的眼睛变得猩红，在圆月的映照下变得更为可怕。棉呐，你输就输在聪明上，如果你死了，那就没有人知道我做过的错事。如果你死了，我还可以用你的保险大赚一笔。说完，他又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起来。我听到他那可怕的话语，说着：你肯定不知道我还给你买了人身意外险，你死了我就发财了。我呆愣地站在原地，刚回过神来，又被扑倒在地。他把我逼到天台边，周围的石子因为震动滚落下去，好久都听不到掉落下去的声音。而这里位于酒店的顶楼，甚至有个铁门隔绝了和外界的联系。我用力呼喊，但是毫无效果。就在他再次推下我时，我闭上了双眼，但是可怕的坠落并没有发生。我看到堂哥突然出现，把他拉在了一边。堂姐跑向我，半搂着我离开了天台。他们说担心我出去那么久遇到危险，顺着我踩到地上洒落的酒的脚印找到了这里。我感激地看着他们，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而奶奶此时勒令堂哥放了他，挣扎着说着：你们这么对我，你们死定了。他满脸的顽强，因为年老手上凸起的青筋显得他更为狠毒。但是这次我肯定不会再放过他。我反手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奶奶确实精明，她想到天台人烟稀少，没有人打扰，也没有摄像头可以拍到。可是她如果再仔细一点，就会发现隔壁酒店因为楼层更高，俯拍下来的摄像头能够完全记录这个天台发生的事情。8月15的月亮照在了千家万户，警车的声音在夜幕中显得尤为诡异。奶奶听到警笛便慌了起来，
不过他貌似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，只是叫嚣着不会放过我们。我把奶奶之前联合男人猥亵我的视频交到了警察的手里，还把他偷窃我钱财的视频也交给了警察。当时因为奶奶总把陌生男人领来和我相亲，我留了个心思在自己屋里放了个摄像头。她大概知道爸爸妈妈宠我，给了我很多钱，嘴里说着落了东西在我的屋里，实际是摸走了我的钱。除了这2个视频，我甚至还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。小玉给我发来了另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男人因为警局繁忙搁置了他的案子，站在门口和奶奶谈了起来。我看到奶奶把大笔钱交给了他，便迅速离开了。谁又会知道小玉的爸爸在公安局工作，而他去给爸爸送饭的时候，正巧记录下了他们关于金钱交易的谈话。多个视频加上监控和证人，奶奶几乎立刻就被警察逮捕入狱。再次站在天台上，红蓝交替的警笛声又响了起来。正义不会缺席，但会迟到。面对威胁时，多留意一些，总归是好事，因为你永远无法想象外人会有多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